前世，我和妹妹分别被2个家庭领养。我的养母十分开明，小学就让我烫发，中学就带我整容，刚大学毕业就让我嫁给了富甲一方的京圈太子爷。而妹妹的养母则十分严厉，为了阻止她和小混混在一起，让她嫁给了工资不高的斯文教授。妹妹眼红我的泼天富贵，在我怀孕进医院的那天，仗着自己是医生，害得我一尸2命。一朝睁眼，我和妹妹回到了被领养的那一天。这次，她着急握住我养母的手，想要和我交换人生。可她不知道是，她所羡慕的开明养母，于我而言是最可怕的魔鬼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重生了，望着自己还有些肥嫩的小手，有些不可置信。我不是被妹妹害死在了手术台上吗？上天竟然又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。孤儿院的门口站着2位中年女人，我只一眼就看到了上一世领养我的养母柳如烟。她还是那么年轻貌美，一举一动都带着勾人的意味。另一位则是上一世领养妹妹的养母傅云霞，长得一张严肃刻板的脸，看着就十分严厉。上一世，我和妹妹2人都被柳如烟吸引了过去，是她在我们俩之间选择了我，妹妹则不情不愿地被傅云霞领养走了。柳如烟和傅云霞是邻居，我被柳如烟领养之后，她对我基本是放养，我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。她告诉我，女孩最重要的就是容貌，所以她从小就让我整容。在我18岁的时候，就已经出落成了一个绝世大美女。而妹妹则是被傅云霞管得极严，不仅每天逼她好好学习，还不让她跟混混谈恋爱，最后逼她走上家里安排的道路，成了医生。妹妹极其羡慕我，她觉得是因为我跟了柳如烟，柳如烟让我整容，我才能有机会嫁给太子爷齐身，坐享他可望而不可及的泼天富贵。而他则一辈子受制于傅云霞，成了傅云霞的傀儡，还不能跟他最爱的小混混宋林在一起。想到这里，我的腹部还隐隐作痛。我无法忘记自己一母同胞的妹妹拿着冰冷的手术刀向我举起了屠刀，也忘不了她如同恶魔呢喃般的声音：姐姐，凭什么你可以嫁给太子爷，还能生下他的孩子，而我想跟宋林在一起都不行？凭什么姐姐你能有泼天富贵，而我只能当个医生？姐姐，我们明明是一个妈妈生的，凭什么选错了养母，就让我们的人生背道而驰？姐姐，我们长得那么像，就让我替代你，来过你泼天富贵的人生吧。我没有挣扎，因为我也不想活了。只是妹妹没想到的是，她的计划还没有开始实施，她还没有享受到所谓的泼天富贵的人生，自己就失足坠楼了。回过神来，孤儿院的院长正慈眉善目地询问我和妹妹：季婉、季浅，你们俩想选谁做你们的妈妈呀？话音未落，妹妹直接冲过去抱住柳如烟的大腿，她的眼里金光乍现：姐姐，你不要跟我抢，如烟妈妈是我的。看着她的眼神，我知道重生的不止我一个。我浅浅微笑：好啊，我不跟你抢。我走到傅云霞身边，牵起了她的手。上一世，妹妹跟了傅云霞，成了傅浅。一开始她也是期待的，她以为终于逃离了孤儿院，要走向新生活。毕竟傅云霞比起柳如烟，可是一个很能赚钱的女强人。可是接下来，傅云霞却逼着她念书，立志要把她培养成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。可妹妹根本不喜欢这样的生活，她从小就被拘束，认为傅云霞就是她的仇人，就连吃饭
都不允许他吧唧嘴，平时处处都要管着他。高中时候，他暗恋小混混宋林，和宋林谈恋爱，但被傅云霞发现之后，狠狠地关了他禁闭好几天。等他再次找到宋林的时候，宋林却吊儿郎当地告诉他，他已经喜欢上别人了，那个人就是我，被柳如烟亲手培养出来的妩媚妖艳的我。宋林指着我，眼里露出了深深的迷恋。我喜欢上了刘婉，你看她的身材，她的脸蛋，只有这种大美女才配得上我。付钱你还是跟着你那个灭绝师太妈好好过日子吧。宋林高调地追求了我几个月，虽然我没有答应，但妹妹却觉得自己丢尽了脸面。自从那时候开始，妹妹就恨上了我。高中过后，她就出国了，直到研究生毕业回来，傅云霞带她参加了宴会。宴会上，她对京圈太子爷齐深一见倾心，正要追求对方的时候，傅云霞却再次棒打鸳鸯，告诉他齐深并非良配。他怒瞪着傅云霞：“妈，为什么每次我喜欢上一个男人，你就要拆散我们？你是不是见不得我好？”妹妹不听傅云霞的话，非要去追齐深。可这时候，她却发现齐深已经跟我在一起了。京圈太子爷齐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对着我求婚：“刘婉，我会爱你一辈子的。”妹妹嫉妒的眼都发红了。她一直想暗中害我，但都没有找到机会。直到我怀孕生孩子的当天，进了她工作的医院，她手起刀落，直接断送了我和孩子的性命。只是她没想到，她还没来得及追求齐深，就已经在家中坠楼。命运让我们又重活了一世。这一世，她毫不犹豫地选了柳如烟。她小小的手拉着我，眼里都是暗潮涌动。姐姐，这一世齐深是我的，而你就永远被傅云霞那个疯子禁锢着吧。而我会拥有柳如烟这个好妈妈，从小带我整容，让我拥有能迷倒所有男人的美貌。是啊，柳如烟审美极好，上一世她从小就关注我的五官，我才上中学就带着我做整容手术，让我的美貌更上了一层楼。可妹妹又怎么会知道，月月躺在手术台上的折磨，手术刀划破肌肤的痛楚，还有那反复修复的不堪。上一世到我怀孕的时候，我的鼻子已经修补了不知多少次，我日日都能从我的鼻腔中闻到腐肉的味道，那是我整容留下的后遗症。至于柳如烟为什么让我从小整容，让我保持美貌，自然是有她的理由，因为我就是她的扬州瘦马，是她敛财的工具人。我的身体和我的美貌都是供她取悦那些禽兽般的大佬的资本。只是妹妹不知道这一切，在她的眼里，我整日出入高档场所，嫁给顶级富豪，过着神仙般的日子。想到前世种种，我的身子都忍不住颤抖起来。至于齐深，他可是比柳如烟还可怕的存在。这一世既然有人替我走那跟地狱一般的路，那就由着他去吧，左右是他自己选的。我跟着傅云霞回了家，成了傅家养女傅婉。傅云霞对我的要求极其严格，不允许我吃饭吧唧嘴，不允许我吃垃圾食品，不允许我和小太妹交往，也不允许我早恋。我不仅没有觉得被束缚，反而隐隐地觉得很幸福。两世为人，上一世被当成利用工具，从未感受到母女亲情，这一世我却被人这么用心地爱着，我何其幸福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一晃到了我们上高中的时候。这一世的妹妹果然如同上一世的我一样，自小就被柳如烟带着整容，有着不属于高中生的美丽。她像是要证明自己一样，再一次跟宋林在一起了。姐姐，她挽着宋林的手，像个胜利者一样站在我面前。你看，她终究是我的。
我心中不屑，我从来没有看上过宋林这个小混混，我也不相信后来经历了那么多的妹妹会看上他。他无非是因为上一世宋林移情别恋爱上了我，心中有怨气罢了。当然是你的，除了你，谁会想和这个小混混谈恋爱？我冷冷看着他，眼里流露出来的全是嘲弄。我知道姐姐你是嫉妒我，现在我有漂亮的脸蛋，魔鬼的身材，所有男人都会被我迷倒，你嫉妒也没用。上一世你童话般的人生，此刻都通通属于我了。妹妹用只有我们两个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，她的意思很明显，我们的人生在此时此刻已经彻底互换了。宋林没有听到妹妹的话，却听到了我的话，他愤怒地像只公鸡，你长成这样，还有脸嫌弃我，死仆女！听到这话，我却忍不住勾唇笑了一声。原来他之前是这么想你的脸的呀！我知道妹妹一定听得懂，因为她的脸色瞬间变了变。我们是双胞胎，上一世她没有整容，正是用我这张脸和宋林谈的恋爱，不像我们浅浅这么漂亮。宋林看着妹妹的脸，露出了垂涎的神色。妹妹却有些嫌恶地看了他一眼，她现在根本看不上宋林，和宋林在一起不过是因为他的年少执念罢了。她咬牙切齿地对我说，你不过是嫉妒罢了，我总有一天会把你踩在脚底下的。我拿起我的作业，认真做题，关我什么事呢？我现在想的就是，我绝对不能像上一世的他一样，考不上大学还要出国留学，我一定要靠自己的实力考上名校，报答养母的恩情。5. 事实证明，努力从来不会辜负用心的人。我如愿考上了清华，傅云霞激动地抱着我，眼里全是感动。小婉，你真的没有让妈妈失望，她是真心爱我的，是真心盼望我可以成才的。傅云霞从来不贪图什么，她只是为孩子设想她最适合走的路。她给了我2条路，一条路是做医生，她可以给我安排进最好的医院；一条路是跟着她经营公司的事业。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去学经济和管理。上一世妹妹拿着刀，在我的面前血淋淋地剖开我的场景还历历在目。我有阴影，不会选择这个职业。至于管理公司，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。这一世，我傅婉绝对不是靠着美色魅惑男人，而是用实力让那些男人仰望我。只是我在清华，却遇见了晏行之。他虽然只比我大了4岁，但快要博士毕业了。他就是那个上一世傅云霞为妹妹千挑万选的好丈夫，家世清贵，长相清秀，是个1等1的青年才俊。虽然教授多清贫，但碍不住人家出书立著，收入惊人。可以说傅云霞是真心为了妹妹好，她挑的这个男人是个绝无仅有的好男人。可惜妹妹根本不领情，她觉得凭什么我可以嫁给一个富二代，她却要嫁给一个普普通通的教授，哪怕那个教授长得再俊美无双，也比不上我在京圈太子爷那边享受的富贵。所以在他和晏行之订婚的当天，他逃婚了。这件事情让傅云霞丢尽了脸面。当初我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还曾经羡慕过。我活在水深火热之时，他却能过上这般岁月静好的好日子。只可惜是个蠢货，根本不珍惜。以晏行之的性格，哪怕不爱他，也定会尊重爱护他一辈子。妹妹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。同学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晏行之此时此刻还不是那个名满天下的教授，而是一个年轻的博士生。他是学校的校草，不少女生都追着他跑，但像我这样的死死盯着他还不说话的，倒是只有我一个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
我鼓起勇气问了他我专业上的一个问题，晏行之瞬间对答如流。他和我这种靠努力考上的清华的人不一样，他是一个天才，一个真正的天才。很多东西他只要略微看一眼就都明白了。我请你吃饭吧。我笑眼弯弯地看着他。晏行之家境不好，我知道这会儿是他这辈子最困难的时候，就连吃食堂的饭也只能吃最便宜的。他看着我，羞红了耳后，不用。但最后还是我坚持付了款。自从那天之后，我就经常和他一起学习，有什么不会的都问他。1学期过后，我直接成了专业第1，也因为我时不时的投喂，让晏行之在他求学的最后一段生涯不至于那般辛苦。我沉浸在进步的快乐中。这天却在家附近见到妹妹从一个老男人的车上下来，他还对着老男人抛媚眼，等他一转身就变了脸。老登也配占我便宜？他像是沾染了什么恶心的东西一样，浑身不自在地抖了抖衣服。他一抬头就和我对视上了。我本不欲搭理他，但妹妹却走到了我的面前。她手上提着香奈儿包包，手上戴着梵克雅宝的手链，举手投足之间都是炫耀的意味。姐姐，你看看现在这副穷酸样，美貌金钱通通都是我的，你一定很嫉妒我吧？他的眼里闪烁着光芒，仿佛自己已经狠狠地把我踩在脚下。我轻扯了一下嘴角，嫉妒你什么？嫉妒你在老男人身下婉转承欢，还是嫉妒你和小混混不清不楚，亦或者嫉妒你只考了个大专？我的眼里是显而易见的轻蔑。妹妹被我的轻蔑刺痛了，本来得意的眼神瞬间变成了难堪和恨意。姐姐，你上一世拥有的一切都成了我的，我不相信你不嫉妒我。你现在说的话无非是给自己挽尊罢了。妹妹想要看我皲裂的表情，可惜我还是云淡风轻的模样。对对对，你说的对，所以你现在可以滚开了吗？我压根就不想和他说话。这时候他却捂着肚子蹲了下来。我肚子好疼。我本以为他还要耍什么花招，径直就要离开。这时候我却看见了他身下的一滩血，我吃了一惊。送我去医院，不然我现在就大喊说是你推我的。妹妹痛得满脸狰狞。我倒不是怕她讹人，送她去医院也没什么。路上妹妹给柳如烟打了电话，妈，你快来，我在医院。我们到了医院，医生给妹妹做了检查。医生严肃地说，你都怀孕了，怎么可以在前3个月有性生活呢？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差点流产了？什么？你怀孕了？柳如烟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她伸手直接给了妹妹一巴掌。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要吃药，要吃药，怎么在床上放荡的时候忘了吗？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精彩故事。柳如烟本来就是下九流的人，说起脏话那是毫不费力，每天穿得那么骚，勾引男人。我没跟你说过要小心？你现在怀孕了，还怎么勾引太子爷？妹妹明显是被柳如烟扑习惯了，她痛苦地蜷缩着。妈，我真的吃药了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怀上孩子。她很害怕柳如烟，是发自内心的恐惧，和上一世的我一模一样。我想到上一世我不愿意帮着柳如烟用自己的身体去换钱，她就冷暴力我，还有各种语言贬低我，有时候还用针扎我，在我身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孔。想到当时的场景，我都忍不住的颤抖。妹妹的反应让我看明白了，这一世柳如烟也是一样这么对她，不过她还是自愿成分多，因为她最大的期望不就是成为富太太吗？柳如烟会替她实现的。她们母女俩贪财好利，简直是天生的母女。这时候妹妹像是想起了什么，
喃喃地说道：“我前2个月跟宋林分手的时候，在后山跟他来了一次，我忘了吃药了。6，原来妹妹怀了宋林的孩子。我本以为以他的个性，最终的目标肯定是太子爷齐身，现在应该老早就跟宋林这个穷小子割席了。没想到他们玩得这么野，在分手之后居然还做出这种事情。宋林，那不是个混混穷小子吗？刘钱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花了那么多钱让你整容，是为了让你跟这种人搞在一起吗？”柳如烟满脸的愠怒。我相信以他的个性，要不是这里人这么多，他早就对妹妹用上他的手段了。要是妹妹肚子里面是某个大佬的孩子，柳如烟的一张脸怕不是会笑得跟菊花一样。可是妹妹怀的是宋林那种小混混的孩子，柳如烟怕是恨不得自己伸手进去把孩子掐死。妈，那这个孩子一定要打掉，我都还没有机会跟齐身接触，要是让他知道我怀了别人的孩子，我岂不是没机会嫁给他了？他们2个人混乱的不行，甚至没人管，就在一旁看好戏的我。废话，孩子当然要打掉，但也不能太便宜了宋林那小子。他睡了我的女儿，还把我的女儿搞怀孕了，他必须付出代价。打个电话让宋林来。妹妹听话的给宋林打了一个电话，但不知道宋林说了什么。妹妹脸色有些难看。没过多久，宋林就来了，找我有什么事？他吊儿郎当，满不在乎。你把我女儿睡了，现在她怀孕了，你说怎么办？柳如烟怒瞪着宋林，怎么办？打掉呗，你还指望我负责呀？宋林满不在乎地看着他，阿姨，我看你长得也挺好看的，你看我一发入魂，要不我也给你个儿子吧？宋林看向柳如烟的眼神里都是猥琐的笑意。你给我闭嘴！柳如烟气愤地给了宋林一巴掌。宋林舔唇笑了一声，不然呢？你不会还指望我给你们钱吧？一家子捞女！宋林，你说什么？妹妹怒的瞬间站了起来。我有说错吗？你以为我没有看见过你讨好那些老板的样子吗？宋林满眼阴鸷，这孩子还指不定是谁的呢，肯定是你的。妹妹大怒，恨不得上去跟宋林撕扯一番。宋林，我告诉你，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女儿20万营养费，不然她凭什么白白流产一个孩子？柳如烟忘了，宋林可不是那些要脸的老板，他是比他们母女俩更不要脸的小混混。那感情好，堕胎要20万，那就别流产了吧，直接把孩子生下来。要真是我的，我再负责任呗。我虽然讨厌宋林，但看见宋林整治这对母女，恨不得当场给他比个大拇指。宋林，柳如烟指着他，你信不信我找人教训你？宋林伸手握住柳如烟的手腕，嘴里狠辣地说道：那阿姨，你得保证，你找人教训我之前，我不会先打你，我可没有说不打女人。要不你现在挨我一拳，反正医院就在这里。柳如烟和妹妹2个人大概没想到宋林居然这么蛮横。你给我滚！柳如烟愤怒地大喊了一声，指着病房的门口。宋林吊儿郎当地走了，走之前还留下了一句：刘浅，别把我当傻子！啊！妹妹尖叫了一声，她大概是怎么样都没想到，她重活一世，用这张漂亮的脸蛋跟宋林在一起，还是这样的结果。宋林这种根本不讲伦理道德的小混混，才不是他们母女可以算计的有钱人。这时候妹妹注意到了我，她面色扭曲又狰狞。傅婉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笑？现在你看到我的笑话，你满意了吗？妹妹之前还觉得自己和宋林是真爱，上一世宋林离开她只是因为傅云霞的介入，可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宋林居然真的如傅云霞所说的一样，根本不是一个良人。
我不知道他此时此刻心里会不会有些后悔，后悔自己选择了我的人生。是很好笑，我轻笑了一声。你们这些流氓伎俩，居然想对付一个从小就在街上混的混混，这不是小巫见大巫吗？我看你还是早点把孩子留掉，免得过段时间肚子大了露馅了。傅婉，不，季婉，我一定会比你强的，我一定会当上京圈太子妃的，而你只能永远的被我踩在脚底下。妹妹状似癫狂。好啊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我离开病房前，还听见柳如烟对妹妹骂骂咧咧的。柳如烟这个人向来如此，面甜心苦，只要没达到她的目的，她说是全天底下最恶毒的人都不为过。晏行之毕业了之后留校任职，由于帅气的外表和幽默的上课方式，一跃成为学校里面最受欢迎的教授。不少女生都对他芳心暗许，不过他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心意。这天我出门的时候，看见妹妹得意地上了一辆豪车，我本以为她又被柳如烟送上什么大佬的床上，但等我看清楚的时候，却发现妹妹上的是齐深的车。那个戴着墨镜，看着狂拽酷炫的男人，可不就是太子爷齐深吗？看见齐深之后，我的魂差点都没了。我不是对他还有感情，而是他对于我来说就是噩梦。如果柳如烟是我一辈子的梦魇，那齐深就是那场梦魇里的恶魔，是撒旦，是地狱来使。他在外表现得十分喜欢我，恨不得把我当成掌中宝。只有我知道，我从来不是什么掌中宝，而是他的掌中之物。他搓磨我，他蹂躏我，他把我当成他工具，他变态般的把我送到他父亲的床上，只为了和他那几个弟弟争夺齐家的继承权。甚至我还伺候过公司的股东和董事，他们变着办法羞辱我这个名义上的太子妃。别看柳如烟和齐深两个人地位差距悬殊，但他们私底下干的勾当并没有两样。我无比厌恶他们，恨不得把他们两个一起送下地狱。当然还有上一世用冰冷的手术刀害死我的好妹妹，只是他们这一世居然这么快就搞在了一起。上一世我直到大学毕业了才和齐深认识的，我知道他第一眼看上的是我的脸，至于为什么愿意娶我，很有可能是他和柳如烟达成了什么肮脏的交易。毕竟他要是娶门当户对的女孩，人家家里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女儿被这样的作践。妹妹这会儿估计刚刚堕胎没多久，就又开始踏上另一条更险恶的道路了。她上一世梦寐以求的金窝银窝，实际上却是真正的魔窟，里面的人玩弄女性，不把人当人，身在其中活得还不如一条狗。重生归来的我知道齐深不少的秘密，他为了贿赂那些权贵富商，偷税漏税、洗钱走私，这都是最基本的勾当了。等时机合适的时候，我必须要通通送他们下地狱。只是想着这件事情，上晏行之的课时，我就不忍不住的走神。傅婉，下课来一下我的办公室。晏行之在下课之后当着全班的面点我，我知道他要跟我讲走神的事情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我上课点了你好几次，你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你平时不是这样的。晏行之清朗的眉眼一瞬间让我的不安被抚平了，但我没有办法告诉晏行之我上一世遭遇了什么，我只好随口说道：教授，你长得太好看了，我上课看着你讲课，有点饭花痴就走神了。晏行之听到我说的话，瞬间红了脸。你看着晏行之分明比我大上许多，但仍旧纯情的模样，我有些忍不住地逗他：教授您怎么了？是害羞了吗？晏行之慌张的就差摔下椅子了。这时候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
突然把我按在墙角，声音磁性又低沉：“傅婉，别跟我开玩笑，不然我不保证我会做出什么事情。”他这话一出，我和他的脸都红得吓人。教授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我知道这种暧昧的氛围是什么意思，但我现在还没有想好，只能落荒而逃。只是我不知道，在我走之后，晏行之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但我没有心思想这些，因为3个月之后，妹妹就给了我一张请帖，她满脸写着志得意满，连口气都带着炫耀：“姐姐，这是我和齐深订婚宴的请帖，就请你来见证我和齐深的幸福吧。”这么快，我有些惊讶，这一世柳如烟到底干了什么，居然这么着急地把妹妹嫁出去。直到我看见妹妹总是不由自主地摸自己的肚子，一瞬间我惊讶得不行。距离她上次流产不过才几个月，她居然这么迅速地怀上了齐深的孩子。怎么，姐姐你是嫉妒我这么快嫁给齐深吗？我可不像你上一世一样那么晚才怀孕，你这是不敢来了吗？来，我应了下来。渣男和恶女的婚礼我当然要来，不过我还要给他们和柳如烟一个天大的惊喜。我给宋林打了一个电话，我甚至没有劝宋林说一定要来，我只是说了一句刘潜要和京圈太子爷结婚了。他立马嗤笑了一声：“怎么，太子爷的眼光这么差吗？喜欢公交车？”他说完这句话就挂了电话。但我知道他一定会来。等到妹妹结婚那天，她穿着高级定制的礼服，华贵的出场。她高高在上的模样，仿佛什么王室的公主。她趾高气扬地走到我的面前：“姐姐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一世是你比不过我，再也不是我赢不了你了。我实话实话，云淡风轻，不论你信不信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你争什么高低。”妹妹嗤笑了一声：“现在失败者是你，你当然没有资格跟我争什么高低。你当然可以这么说。”她走过去挽住齐深的手，炫耀不已：“阿深，这是我邻居家的姐姐，她一直很羡慕我嫁了这么个好老公呢。”齐深仍旧像上一世一样，不论内里是怎么脏污，表面上还是一副极其宠爱老婆的模样。我才要高兴自己有这么一个好老婆呢。两个人笑得甜甜蜜蜜，仿佛神仙眷侣，羡煞旁人。只有我知道他们甜蜜的背后暗藏了多少的肮脏和龌龊。姐姐，你很羡慕我们吧？他就期待看见我嫉妒的表情。可惜我上一世经历了这些，我又怎么会羡慕呢？要不是为了报复他们，我恨不得离他们远远的。很快订婚仪式就开始了，两位新人站在舞台中央，而底下的宾客们觥筹交错。刘潜，遇到你是我人生最大的奇遇。齐深说出这种话，感动了台下的宾客，唯独恶心了我。他上一世也是这么对我说的，然后他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奇遇呢？我甚至在他那里不是个人，就是个动物。阿深，你也是我生命中最盛大的美好。这么文艺的场景，真的很需要有人来破坏一下他们的油腻和恶心。这时候，一道吊儿郎当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刘潜，他是你人生最盛大的美好。那我呢？我是什么？你打掉的孩子的亲爹？”是宋林，他果然来砸场子了。他直接砸了一桌子的菜。齐深瞬间变了脸色。哪来的小流氓？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我可不是小流氓，我还和你未婚妻在后山翻云覆雨呢。宋林，你给我闭嘴！妹妹恼羞成怒：“呦呦呦，我的小情人，你怎么这么凶啊？你看你不是还知道我名字吗？还说我们没有一腿。”宋林的话音刚落，我就按下了舞台的中控。我花钱买通了酒店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
一瞬间，舞台上面的大荧幕出现了妹妹从各种豪车下来的照片，还有她搂着啤酒肚老板，亲着秃头老板的头。宋林看见的瞬间就扑哧的一声笑了，他看向齐身，眼神跟看绿毛龟没分别。太子爷，你说你看上谁不好？看上个公交车，你知道他肚子里面的是谁的种吗？宾客们瞬间议论纷纷，有些人甚至找借口走了，毕竟他们有些人就是妹妹的裙下之臣，都是花钱和柳如烟进行权色交易的。齐身私下可以利用老婆的身体换取利益，但并不代表他愿意这种事情被全世界知道。更何况妹妹欺骗了他，居然在婚前怀过一个混混的孩子。齐身满眼怒意，直接伸手给了妹妹狠狠的一巴掌。贱人，你怎么这么下贱啊！一时间没走的宾客们都拿出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刻。柳如烟见状况不对就想跑，她对妹妹这个女儿可没有什么感情，反正她利用妹妹赚点钱够多了，但我可不会让柳如烟跑了。我大喊了一声：宋林，如果你想看见她的下场，就赶紧拦住她。宋林直接拦住了柳如烟，还狠狠地给了她一拳：不准跑！这边齐身已经癫狂，狂甩了妹妹好几巴掌。贱人！妹妹被打得痛呼：阿深，我还怀着你的孩子啊！这时候她已经见了红，齐身却还是不管不顾地打着。看着她的下场，我心中一点感慨都没有，因为很快警察就要来了。我举报了齐身家做的那些贪赃枉法的事情，也提交了部分证据，至少柳如烟利用权色洗钱这件事情是铁证如山了。有了上一世的记忆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。柳如烟和齐身被带走的时候还一脸不可置信，齐身还怒喊他父亲是齐云，可是正义是不会放过他的。一切尘埃落定后，我走出了酒店，转头就看见燕行之拿着一束花站在我的面前。傅婉同学，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？我看着他的冷清却纯情的模样，点了点头。我知道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，也是傅云霞千挑万选的人。我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。妹妹作为半个受害者没有坐牢，但她却因为失去了来钱的渠道，居然自甘堕落成了小姐。我既然报了仇，就无异于参与她接下来的人生了。只是傅云霞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，还心有余悸。小婉，当初还好我选的是你。我搂住她，笑语盈盈。妈，是还好我们选择了对方，要是我跟着那个柳如烟，哪怕我是个再好的人，我也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正是因为我们俩都很好，我们才会成为一对很好母女。傅云霞伸手揉了揉我的脑袋，乖，谢谢你这么多年听妈妈的话。毕业后，我就和燕行之结了婚，而我接管了傅云霞的公司，我成为了事业家庭双丰收的成功人士。只是午夜梦回的时候，我总是会在想，要是我们没有重生，我根本不会拥有这一切。我感激上天赐予我重来一次的机会。很多年后，我再次遇到了妹妹，她已经消瘦得不成人形。她看见我是时候，痛苦地闭了闭眼睛。姐姐，我终究还是输了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在这一场姐妹的厮杀中，又有谁是真正的赢家呢？我只能说，感恩傅云霞，改变了我的人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